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越南党政领导人在和中国国防部长魏恒和会谈的时候，多次明确表示，越南绝不会跟着别国后头，反对中国，坚决抵制相关势力破坏中越两国关系的图谋，而且他们明确表示，越南绝对不会跟在某些国家的后面。反对中国，应该说，越南党政领导人的这个表态还是比较重要的，说明美国这些年企图拉拢南海周边一些国家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进行抗衡的这个图谋呢，起码说目前已经破产了。那么在南海地区，应该说过去的形势比较复杂，很多国家呢都对南海的一些岛礁提出了诉求。那么经过这些年，中国政府和周边国家展开相应的交流和谈判，形势呢已经大为改观那么对南海岛礁提出诉求比较多的目前看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是菲律宾，一个是越南。那么菲律宾现任总统可以说已经把他前任总统的对华政策呢进行了反方向的调整，和中国呢建立了友好关系。那么美国现在千方百计想拉拢菲律宾在南海挑事儿，这个难度呢已经很大了。尽管他偶尔可以在菲律宾地区呢展开一些军事活动，但是一旦南海地区发生冲突，菲律宾呢是不允许他以菲律宾作为军事基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空军展开抗衡的。美国人现在呢只能寄希望于菲律宾下一任的总统能改变对华的策略，但这种可能性大不大？我个人看法是吧？有一定可能，但是可能性不算太大，因为现任的菲律宾政府和中国改善关系，无论是外交关系、经济关系，他们已经尝到了甜头，而和美国勾连的比较紧的前任政府，从美国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那么现在越南政府应该说在对华这个政策方面呢，也做了大幅度的调整。那么从目前他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的表态可以看出，越南共产党和政府内的亲美派这个势力呢，基本上已经被清除。同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好，越南也好，要想发展自己经济最好的办法是加强协作协调，而不是在南海地区发生相应的冲突，包括武装冲突和经济上的冲突，那么才有可能呢进一步的改善周边的环境，或者改善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条件。只要越南减低或者减弱和美国，特别是美军的相应的联系，那么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企图利用越南和中国在南海争夺相应的军事经济资源，我想这个恐怕也就会破产了。那么只要南海地区中国、越南、菲律宾这三个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改善，南海的军事冲突或者是武装冲突的概率就会大幅度下降。美国拉不到他的潜在盟友在南海搞事儿，那么他最后呢只能单枪匹马的赤膊上阵了。那么从最近的情况看呢，确实是这样。美国的航母接二连三的跑到南海搞事儿甚至呢还不远万里拉来欧洲国家的军舰给他保驾护航，搞什么所谓的联合演习，甚至呢把澳大利亚的军舰也弄过来，在南海搞所谓的自由航行。从中呢就可以看出来，美国的朋友是越来越少，是吧？
很多军事行动他不得不靠自己单枪匹马的去挑事儿。一旦在南海地区出现美国的军舰和飞机，那么它本身的是吧生存能力虽然挑事呢，这个心是有的，但是生存能力恐怕就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了。从最近他美国航母的这个活动情况看呢，也是这样的。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啊多次进入南海，但是每次活动时间都很短，点个锚就跑了，然后呢过2天又进来了，不敢在这个地方待长了，因为在南海那么一个类似湖泊的地方，是吧？它如果是吧没有很强的是吧防空反导能力，那么它的生存就会打一个是吧大大的问号了。因此它最终在这样搞什么航行自由啊，是吧？搞什么挑衅性的活动啊，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应该说美国人自己会很清楚。只有把美国的军事力量撤出东海、南海地区，整个东亚、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环境才有保障。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